比方讲，我手提到这个地方，我要拿这个腿的时候，我拿这个腿，我上面没有变的，我整个力量没有变，整个结构没有变。你移动这个腿，它才合理。对啊，是从刚才青龙反手第一动，你就要这样子提腿了。就是说，我现在腿是并的。当我要这个腿要开，从并步变成骑马步了，我还是一样，我是从这个地方直接从胯拿起来开，回来也是一样，回来我是从这边拿起来，回来，拿起来开啊，所以你不会有这个，你不会有晃动，你不会有这个晃动，不会有这个晃动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开步你不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拿回来也不会变成这样子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步，啪走了，要拿回来，啪回来，开步出去拿回来，从这边拿，你看，从这边，不要用膝盖啊，它不是这样子，所以你用膝盖的话，哈，你们试试看。你用膝盖的话，你的脚是往后踢的。你用膝盖，你的脚是往后踢的。你用胯拿，你的脚是，你看，你的脚的结构没有变，脚还是往下的。你看，脚还是这样子的，脚还是这样子的。这是用胯拿，这是用膝拿，这是用膝拿，这是用胯拿。你看，脚还是贴到。用胯拿，用胯拿起来，然后撑开裆，脚还是贴到腿。你不要提那么高，你重心尽量不要偏到左。这个腿拿起来的时候啊，它的 trick 就是说，你不能这个腿拿起来，它变成0，它变成100%的虚腿。你变成虚腿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的。你变成虚腿，你的重心啊，现在是55分嘛。你如果拿起来，你们很多人拿起来的时候，它变成这样子了，你变成这边是100了，这边是10了，这边是0了，不是的。它在拿起来的时候，这是55，我拿起来一样是55，听不懂？我拿回来55，还是55，拿起来55，你不会说，它不是说拿起来变成10跟0。所以重心没有移动，重心不移动，所以你这条腿拿起来的腿，它也是实的，它不是虚的。你们试试看，这一样。不要那么快，你拿的 VOBA 你拿的太快了，慢，尽量慢到你可以 hold 住，你可以 hold 住的那个慢。不要先移，你先不要拿回来那么多，你先练习，先拿回来一点，这个提拿一点，有没有？拿一点，
重心没有移动的，不行，先移，不要先移动，不要先移动，注意胯跟裆，胯跟裆。这会连接起来你全身的劲，这样拿步，你的全身劲会被它连起来。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不要晃动。把那个习惯先移重心再拿腿，这个习惯把它忘掉。把它忘掉，你就是拿，我要拿了就拿了，啊，要拿就这个腿拿，移动，不要晃动，忘掉那个晃，忘掉把重心先挪开。慢，这不对，这在脚，没有在裆，不对，先合拢，蹲下，好，你先提，你先不要走，先不开步，你先提，不对，脚没有移位，脚不离开。脚还是贴到，还是并着的，还是并着贴到。再来，重心你不要重心先移过去啊，你先站好啊，你这偷吃步哎，你站的时候就先移重心了，不行，先平均的先站好，你看你偷移到右边去了，啊，你晓得吗？差一点点，我看差很多。你现在就偏过去了，是吗？你公平一点，落下，两条腿的重量是平均的，你现在又偏右了，是吧？啊？你现在偏左看，你现在偏左。你偏左，你重心偏到左，先不要拿腿，先不拿腿，你就先站定，站稳定，站定的时候你偏右，你偏左，不要用身体晃的偏，用落胯偏。你看你们这个像你这样子哈，你看。你站定了，我说站定了，站定，你落下，这时候平均，你先做到平均的时候，像我说，哎，你先把重心分配到右，我把重心分配到右，现在你们能看得出来，我右边多，左边少吗？啊，能看得出来吧？好，我现在回来，现在平均。好，我现在让它再偏左，又偏左了，有看到吧？所以我是在胯上面做分配，我不是用这个在做分配，我不是用重心的移动在做分配，我重心不动，我是用胯，我现在要偏右，我的右边的胯落下多一些，现在就偏右了。我回来左边的胯落下，我现在要偏左，现在偏左了，偏右，回来偏左，偏右。偏左，你看，所以你两边的分配，你的重心的分配在胯上面做分配，在胯上做分配，
你不用这样做分配的。同样的，当我开的时候，同样是一个骑马步，是不是？我用这边，你看，偏右、偏左、偏右，我用这边偏左、平衡、偏右、平衡、偏左、平衡，哈，落下，它落多，它就多了嘛。它在落平衡了，左边再落多，又偏左了，所以你不需要用这样子来调整它的左右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这个你的胯能够做这个的时候，当你要拿起来的时候，我的重心不动，分配也没变，我就在这个地方用胯。就用这个拿，就用这样拿，你看，它有声音是什么？是因为我落下的时候啊，那个重心会压回去，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我拿起来的时候，它还是实的，所以落下的时候会有那个重量在，晓得吗？我如果脚拿起来，脚不落地，我就倒了。所以是这种情况，表示你的重心没有变。啊，如果是虚的，你如果拿过来拿起来，它落下是轻的，因为重心没有过去。啊，你拿起来是，我再拿起来。这个声音，这个重量不是我去做的，是那个，因为它的重心没变，它本身就包含了50%的重心，落下的时候，这个重心下去了，晓得吗？所以它是这种状态，所以这种的拿腿，它的变步都很快。你要在它没有落下，你还没倒的时候，重心还没变的时候，你马上要变化。所以你的变化，这种的变化都要快的，都要快。你能够停留的久，表示你的核心很强啊。所以开始练你能做到的时候啊，动作不要快，慢到什么为标准？慢到你的核心能够撑得住那个不平衡的、不稳定的结构，晓得吗？哎，刚刚老师做偏左偏右，这个不要是不是？什么？就是我们动的时候，不要先偏左。当然不要。我开始在做那个胯的偏移，让你的重心转的时候，那个应该说老师你一开始在做那个胯的尾骨的落的时候，它的重心就已经偏移。重量转移，重心没有转移。重量转移。我这样子，这是平均的，我的重心在这边，我的中心啦，我的中心在这边。我现在把重量偏过来多一点，我把这边落掉，现在它多了，中心没有变。再多，中心不变，重心变，就是重量的分配变了，听不懂？这样子表示什么？表示你的胯有空间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，听不懂？你的胯有空间来做这种重量重心的分配的时候，你才有空间把它拿起来。你没有这个空间的时候，你要拿这个腿的时候啊，最多你用什么？你用骨盆拿，是不是？你用骨盆拿，你或者用腰拿，你不会用胯拿，所以胯松掉，它有这个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动的时候，是从胯这个地方，胯这边一提就走了，所以不会有这个
不会有我要移动，我不会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从一开始的并不出这个腿，就是这边一拿你不能说我要拿这个腿，我要出这个腿了，我先移动过来我才拿。你看现在很多练拳尤其是练太极拳的，他一开始他如果是并步的，他要出左腿这一腿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重心先移过来，然后再出这一腿，然后重心再移过来，这不行的。这不行，因为第一个你的结构变了，你的力量变了，你占用了3的时间，你占用3的时间啊，1、2、3，不行的，只有什么？我要走了，我这要走了，1，只能有1。因为比方讲，你配合手拿嘛，当你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的手拿，你的结构已经是偏这一边。你这时候的手的功能，它的重量的分配，然后你再移过来，它又变了，你再移过来，它又变了，这样不懂？因为你的桩变了嘛。所以当我要拿的时候，比方讲我手提到这个地方，我要拿这个腿的时候，我拿这个腿，我上面没有变的，我整个力量没有变，整个结构没有变，你移动这个腿它才合理。啊，就是武术，包括很多的跳舞也是嘛，你不能有多余的动作。那些多余的动作就破坏了，以跳舞来讲，破坏了你的美感。我们就讲，这个人跳舞啊，不够利落，就是多余的那个毛边，那个毛边太多。练拳也是一样，你不够利落，点到点，你那个毛边太多了，晓得吗？那为什么会有那个毛边？就是当你在移动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重心移到100%，你才能移动另外一条腿。这个时候毛边就出来了，听不懂？啊，那这个的后面青龙反手后面这个大蟒翻身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就更为重要了，就更重要了。我们青龙反手到这边，当我要做一个大蟒翻身的时候，我做大蟒翻身的时候，我做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我从这个角度开始拧，我从这个角度开始拧，我这条线是准确的。你如果说到这边，你要移动，你移过来了，再转。再移动，你看你的力量变成这样子了，你的力量变成这种力量了，你变成这个力了，大蟒翻身的劲就没有了。大蟒翻身的劲是在这边，结果你多出来一个这个，看不懂？而且你这边出去已经跟别人有接触了，跟你的对手已经有接触了。接触点不变，你再做这个合理。你跟别人有接触了，你做这个，人家已经走了，晓得吗？而且你做熟了以后，这个是啊，在这边你看，好，在这边就做了，在空中就做了。所以你在空中做这个腿的时候，你在空中做这个腿，身体也是一样嘛？你看还是一样。你在空中的时候，你怎么去移动？所以是空中这个腿还在这边，你看拿起来，啊就转了，晓得吗？你才可以在行动中去做这个动作。
在行动中去产生这个功能。所以它实际上不是在地上做的，地上是让我们摆好架子去练这个拧，练这个拧的。实际上是你腿一拿就做了，听不懂？为什么要扣？因为我这个扣是要为了做这个拧嘛，我不扣过来，我这个拧做不满啊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扣的越多，你扣的越进来，你能做的拧它就越紧越满。你只能做到这个地方，你那个拧就做不满，听不懂？所以这边要会动，来，你们再试试看，先拿起来，让它可以拿起来动。